本期开始，丢丢将要开启北欧神话的篇章。在以前的节目之中，丢丢已经向大家介绍过很多文明神话的创世传说。克苏鲁神话之中的世界是以盲目赤羽之神阿萨托斯为万物宇宙之源，从而在混沌、黑暗与无名之物之中诞生出了三柱神奈亚拉托提普、沙布尼古拉斯和优格索托斯。这三柱神以自己的本源意志创造了宇宙的生命、时空与文明。而埃及神话中的创世则是由太阳神拉得到名字开始，直接召唤出整个世界的物质形态，从而奠定了九柱神作为众神核心的地位。在印度神话之中，则是由创世神梵天创造了世界，护世之神毗湿奴维护世界的运转，而再由灭世之神湿婆将腐朽的世界毁灭，从而达到一个永恒无尽的轮回与循环。这些神话故事壮丽且富有极强的哲理性，而北欧神话的创造世界则兼具了以上这几个神话的特点。在北欧神话世界最纯粹的开始，那是茫茫太古之初，所有的一切都是混沌无状的。在混沌之中，不知为何撕裂开一道虚空之痕，这道虚空之痕将整个混沌宇宙一分为二，如同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这条巨大虚空鸿沟的出现，整个宇宙开始显现出两种极端。鸿沟的北面被称之为物之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水汽，不断地涌现着迷离的雾气，而在那里有一口永不枯竭的泉眼。在泉眼之中不断地涌现出虚空之水，这些虚空之水不断地分散聚合，形成了11条宽阔的河流。远离泉眼的河水会在鸿沟附近凝结成巨大的冰川，而在鸿沟的另一边，物之国相对的则是火之国，那里有永恒燃烧的炙热火焰。火之国不同于物之国，在这里早早地诞生出了一位永恒的火之巨人苏尔特尔。苏尔特尔的神格是燃烧，是毁灭，是将一切的规则重归于永恒平静的虚空。他有着一把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由世界最为纯粹的毁灭所凝聚的炎之魔剑。这把剑将是北欧神话诸神黄昏最后出现的神器。火之巨人苏尔特尔将用它毁灭世界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流逝，冰与火交织之下，逐渐地涌现出奇妙的韵律。在鸿沟之中，竟然孕育出一个生命，那是一个比世界还要巨大的巨人。这个巨人就是双之巨人尤米尔。尤米尔是冰与火交腾的雾气之中诞生出的巨人，他是所有巨人的始祖。与这个巨人同时诞生的还有一头巨大的母牛欧德姆布拉。就这样，在冰与火的混沌世界，最初的巨人尤米尔依靠吃食母牛的乳汁存活了下来，而母牛则舔食寒冰上的盐粒，不断地产生出乳汁。当巨人之祖尤米尔吃饱牛乳之后，便进入了深沉的睡眠之中。在沉睡之中，巨人之祖自己分娩出了智慧巨人密米尔、女巨人贝斯特拉等诸多的巨人。从此，巨人一族依靠巨大母牛的牛乳不断地成长。而在母牛舔舐寒冰上的盐粒之时，在寒冰之中竟然显现出了一个人的形状。这个由母牛在寒冰之中舔舐出来的人名为布利，他是一切众神的始祖。布利生下的子嗣之中，一个名为包尔的神与巨人族的女巨人贝斯特拉结合，他们生育了3个孩子，分别名为威利、菲和奥丁。这3个孩子3位而一体，他们出生便对整个世界有着极强的感知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知之力越发的强烈。此时的世界只有着无尽的虚空，在虚空之中，冰与火不断的在金加仑鸿沟交织。世界只有沉睡的始祖巨人尤米尔，以及那混沌未开、只知道以牛乳果腹的巨人一族。某一天，奥丁3兄弟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创造物质世界，他们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创造生物的欲望。虽然他们有着巨人之血，但他们内心的神性促使着他们要创造世界。于是奥丁3兄弟来到了他们的祖父巨人始祖尤米尔的身边。巨大的尤米尔看着3个年轻的神，开口说道：小家伙们，你们想要什么？我感受到你们内心澎湃的创造欲望，也知道你们与我那些纯正血统的孩子们不同。你们不仅有着巨人的力量，还有着一些和其他巨人不同的东西。
奥丁三兄弟看着祖父尤米尔说道：“伟大的巨人始祖，您是那样拥有着无穷的力量，您是那样拥有着无尽的身躯，您的心脏要比火之国的火焰更加的炙热，您的血液要比物之国的水汽更加的充盈。我们拥有您的血脉，但我们亦是始祖之神不利之子，他从坚冰之中带给我们创造世界的欲望。如今，祖父，伟大的巨人始祖，请允许我们向您提出创造世界的请求。唯有您那无尽伟大的身躯作为献祭，才能够召唤那丰富而美丽的世界。”说完这番话，奥丁三兄弟沉默了下来。他们仰望着巨人始祖尤米尔。虽然奥丁三兄弟是身材高大的神，但他们也无法看清巨人尤米尔面容的全貌。我的孩子，生命的开始终究要走向最终的灭亡。我是在冰与火之中诞生出的生命，如今我已经诞生出无数的子嗣，而世界依然如此的了无生机。纯粹的力量是无法创造万物生灵的，而世界的产生必然需要壮丽的献祭。来吧，让我为祭品创造世界吧，我将由此走向另一个重生。说完这番话，巨人始祖尤米尔俯下身来，奥丁三兄弟则割断了始祖巨人尤米尔的喉咙。奥丁三兄弟以巨人始祖尤米尔的生命为献祭，开启了创造世界的大门。始祖巨人颈部喷涌的鲜血将整个虚空填满，即使是高大的巨人也被淹没其中。猩红的血液淹死了近乎所有的巨人，只有少数的巨人活了下来。而奥丁三兄弟则用始祖巨人尤米尔遗留下来的尸体开始创造世界。他们将尤米尔的头颅打造为了天空，脑髓为云，身体形成了大地，血液成为了海洋，骨骼变为了山脉，毛发变为了树木。随着时间的长久，尤米尔尸身开始腐烂，长出蛆虫。在光明一面的蛆虫则变成了美丽善良的精灵，而那些在阴暗面诞生出的蛆虫则成为了手艺精湛、擅长挖矿的矮人。奥丁命4个具有怪力的矮人支撑住天空的4个角，尤米尔的眉毛则被用来制成围墙，围住中庭世界。然后奥丁又捕捉了火之国的火焰，将它们化为星星、月亮、太阳，并制定了4季的运行。当做完这一切，奥丁三兄弟心情愉悦地在这个世界之中散步。他们忽然发现，世界虽然被创造，但却缺乏生机。于是他们在海边挑选了沉木雕刻成了男人，用榆木雕刻成了女人。奥丁给了他们生命与灵魂，威力给了他们理性与动作，而维则给了他们感情、仪表和语言。这2个人类是所有人类的始祖，被众神安排住在中庭世界之中。而此时，北欧神话世界分为上中下3层，每一层之中都有着3个互不相连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着一个最为主要的族群建立起国度。于是世界上又产生了最为主要的几个族群，这些族群分别是阿萨神族、华纳神族、精灵族、矮人族、人族、冰霜巨人族。除此之外，还有死者的灵魂归属的物之国，和只存在着强大的火巨人索尔特尔的火之国。而连接9个世界并为整个世界提供生命之源的，则是世界树。世界树是整个世界的生命源泉，是万物生长的维护者与促进者本源。世界树有着3个粗壮的树根，分别深入世界本源的3口泉水之中，吸取世界的能量。北欧世界就这样被奥丁三兄弟以始祖巨人尤米尔为祭品创造了出来。而正是因为奥丁他们用祭品创造了世界，导致整个北欧世界的基础规则与发展将围绕着献祭与代价的法则来发展。在创造世界之后，如果有任何的神明、人类或精灵巨人想要得到某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设想某种结果，就必须以相等的代价作为祭品才能够达到。最终，以巨人始祖尤米尔所创造的世界将再度回归于那永恒的虚无，进入新的轮回之世。